听完我的话，坐在我对面的贺琪惊讶地喝了一口水。小叔，会不会太快了？我觉得是不是还需要互相了解一下？我把准备好的材料递给他，上面有清楚的银行存款信息与我的房产信息。贺琪翻看着这些，眼神闪了闪。贺琪，你太好了，我怕我不再快点你就要被别人抢走了。我用充满欣赏与爱意的眼神看着他，末了又揶揄道：我听媒人说要走你信息的家庭已经不止10家了，你这么抢手我怎么放心啊？听我这么说，贺琪的脸上浮出得意之色，但马上又犹豫着开口：我的情况你应该清楚，我还有一个5岁的女儿。我打断他，我是丁克，所以这样一来也算是锦上添花了，不是吗？我坐过去，撒娇着抱上他的胳膊。阿奇，你不想快点娶我吗？他揉揉我的头，当然想了。那这样吧，周末我们见下父母，定日期。好，我满是幸福地倚进他的怀里，眼底却全是想把他撕碎的愤怒。3个月前，我在异国，她收到我闺蜜吕青的死讯，她难产生子，没有挺过去，和孩子一起没了。接到这个消息，我在公寓整整哭了3天，晕过去后被室友强行送去医院输液，躺在病床上，我想起我和楚清所有软件的密码都是同一个，我想再看看他，于是颤抖着登上能想起来的他的所有账号。在他微信的关注列表里，我发现了他们家监控的操作小程序，我点进去，输入密码，一天一天地看着监控。随着时长的不断增加，我的手开始颤抖起来，我的闺蜜是被他贺家一天天搓磨死的。在清晰的监控里，吕青每天早上6点起来做早餐，在21世纪，她居然还要每天给自己的婆婆奉茶，打扫卫生、洗衣服、做饭，全都是贺青一个人干。在监控里，她失落地看着自己曾经白皙的手，苦笑。吕青的婆婆好打麻将，每天吆五喝六地来家里打麻将，吕青在旁边给这些人端茶倒水。12点人走茶凉后，她还要清扫满地的瓜子皮，她一边扫她的婆婆，在一边吐心地咳下来。吕青无奈地让她先不要吃了，她反倒伸手直接掀翻了旁边的花盆，泥土在客厅四溅，吕青含满泪水地低头去清理。她这个恶婆婆的所作所为，贺琪全都知道，她不但不出声劝阻，还默认这一切，甚至每喝醉回家，连袜子都要吕青给她脱。他们嫌弃吕青生的是女儿，所以顿顿都只让这母女2蹲在餐桌底下的小桌子上喝粥，直到吕青怀了2胎，才算是允许她吃肉。吕青孕后期，她的婆婆不知道哪里找了个算命的婆子，说她这肚子里怀的是个女儿。这下她的恶婆婆哪里肯，拿着一碗烟灰就要逼着吕青吃下去堕胎。2人争执间，吕青腿上落了红，被送到医院。早产加难产，母子俩就这样没了。看完所有的监控，我愤怒到喘不上气，一边恨贺家的无耻恶毒，一边心疼吕青不懂反抗。反抗！我突然想起来吕青的家庭重男轻女，父亲家暴，他就是为了逃离原生家庭的不幸才早早结了婚。他性格早就被他那个爹祸害的，只懂软弱讨好了。想起高中那个每天都给我带牛奶，对着我这种叛逆青年柔柔笑的傻姑娘，泪水再次漫出我的眼眶。看着监控里老婆和儿媳妇死后仍然开开心心的母子俩，我下定决心要让他们付出代价。我在他与贺琪的聊天记录里发现，他并不怎么向贺琪提起我，其实是婚后贺琪根本不想听他给他分享生活。于是我麻利的回国相亲。在我真正让贺琪对我产生好感的那天，游戏正式开始了。礼拜6，贺琪如约带我去见了他的母亲，他当然也见了我的，一对被我高价从影视城雇来的假父母。推开包间的门，贺琪的母亲张兰高傲地坐在主位上，漫不经心地摸着她手腕上的玉镯子，见我进来愣是一个眼神都没给我，要给我下马威的意味不能再明显了。阿姨好，我是吕青，我笑着跟她打招呼。来了。她摆出一副爱答不理的样子。看她这样，我把手里的礼物递出去，阿姨，这是给您的礼物，我爸爸前阵子新得了一块极好的玉石，我就送去店里给您磨了一对镯子。张兰掀开礼盒看了看，在抬头时脸上已经有了笑意。贺琪就跟我说你是个懂事的，今天一见果然这样。哪里，尊敬长辈是应该的。我坐下，将目光移到旁边那个怯生生的小姑娘身上，小孩子瘦瘦的，脸上根本没有这个年纪常见的婴儿肥，头发被潦草的扎了个马尾辫，身上穿着已经小了的衣服。她认识我，眼睛亮了亮，刚要喊我，我就对她微微摇了摇头，转身悄悄嘘了一下。你就是诺诺吧？你好漂亮呀！我摸摸她的头，她长得和吕青真像啊！我强忍住泪意。好看有什么用？还不是个没用的丫头。妈！感到不妥的贺琪马上出声示意他妈，张兰马上又打个哈哈，孙女也好，孙女也好。爸爸，我想上厕所。诺诺眨着眼前，胆怯地戳贺琪的裤腿。我牵上她的手，朝贺琪使了个眼色，我带她去吧。来到厕所，确定四下无人以后，我蹲下去问诺诺，诺诺认识阿姨对吧？干妈，你是干妈？诺诺以前跟你打过视频电话。她看着我，认真回忆着。我紧紧地抱住这个小人，对，我是干妈，以后干妈保护我们诺诺。我擦干眼泪，把孩子从怀里松开，认真道，但是诺诺在爸爸和奶奶面前要装作不认识我好吗？只有这样，干妈才能早点带诺诺离开。好，这孩子多乖呀，贺家这帮畜生。我带他回去坐好，
菜此时也上齐了。诺诺很懂事，自己吃着饭，但是却只吃些绿菜叶，并不吃肉，真是被苛待惯了。我给他碗里加了些肉进去。张兰看到这一幕，眉头皱了皱，却并没出声阻止。我听说你家给你备了20万和一套房，他笑眯眯地问我。对，这些都是家里给我结婚用的。房子多少平呀？张兰又追问。贺琪不满地又叫了一声妈。没关系，我对贺琪笑笑，然后回答张兰200平。啊，不小！张兰惊呼。那一结婚我们就搬进去。看着他这贪财的嘴脸，我忍不住在心里冷哼，但还是礼貌地回复他：不行，阿姨，我那边的房子被爸爸妈妈租出去了，合同还要12个月才能到期，提前让人家搬走要付违约金的。听我这样说，张兰的脸色又沉了下去。不过那边住不了也没事，阿琪不是要升职了吗？我爸爸刚好想买套别墅给他。真的？张兰眼睛都直了，哪里还有之前端着不想理人的样子？是啊，不过要等婚后了，所以我才着急早点结婚嘛。我笑笑。张兰一听这话，马上拍板，那就结，马上结。从酒店出来，贺琪送我到我家楼下，他拉着我的手，你别介意，我妈就是有点贪财。没关系的，阿姨很可爱。真的要这个月就结婚吗？会不会太快了？不快，阿琪，我真的想快点嫁给你。我盯着他眼里泛出泪花，还是说我太上赶着你不喜欢我了？怎么会呢？我喜欢，喜欢的。他马上安慰我，那快点娶我。好，贺琪母子俩借着浪漫实则抠门的名头，给我办了户外婚礼，在麦地里绑些红气球，就算是有了场地。我并不在意这些，笑眯眯地跟贺琪完成了仪式。宴席散去后，张兰将我带到他们乡下的老院子里，她将我一把推到破旧的厨房里，指着正中间草编的簸箕，坐进去，你要坐1个晚上才准起来。前几天我刚好刷到这个婆家人让儿媳妇做簸箕立规矩的视频，说是只要新媳妇照做了，就永远会被婆家人压得死死的。我笑着看向张兰，妈，我们家里人不信这些的，看我不想。张兰冷哼一声，跟贺琪的姑姑们压着我的胳膊，就推搡着我坐了下去。她得意地拍拍手，我告诉你，这个家还是我老婆子说了算的。他们麻利地走出去，然后锁上房门。他们走后，我一脚踹开簸箕，将目光移到了还闪着火星子的灶炉。我将里面还有火星的玉米杆子夹出来，反手就丢在了角落里的柴垛上。看着火燃了起来，我才砸开窗户翻了出来。着火了！着火了！我撕声裂肺地喊。不一会，家里的亲戚就冲了出来，邻居们也陆陆续续地赶过来，拎着桶灭火。10几分钟后，大火被扑灭，贺琪家的厨房也毁了一半。张兰红着脸扑上来就要打我，你这个灾星，刚嫁进来就给我放火！我颤抖着缩进贺琪怀里。阿琪，我没有，我乖乖地在那坐着，谁知道灶台里的火星子会蹦出来，我没见过这些，我真的不懂。贺琪拍了拍我的肩，不耐烦地跟张兰说，够了，你要闹几次才行，把你那些封建迷信收起来，要不是你今天这火能着吗？贺琪搂着我往屋里走，留张兰一个人围着厨房咒骂。回到房后，贺琪讨好地捏着我的肩，小叔，你别和我妈计较，她就是一个农村妇女，咱们做子女的还是要孝顺的，对不对？我笑笑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孝顺她的。贺琪搂着我就要亲过来，我别过脸，独自走到床边，今天还是早点睡吧，我们吓到了，精神有点不好。好吧，第二天早上起来，我们就回了市区贺琪自己的房子里。一进屋，张兰就四平八稳地坐到了沙发上，她清清嗓子，极为傲慢地给了诺诺一个眼神。小姑娘马上颤颤巍巍地端过来一杯茶，樊阿姨，你该给奶奶敬茶了。我接过茶杯，径直走到张兰跟前，她扬着眉毛，一副等人巴结的模样。我揭开茶盖，伸手将茶水慢慢淋到了张兰跟前。妈妈喝茶，见我这样，张兰气得都结巴了。你什么意思？咒我早点死啊？你什么意思？都什么时代了，你还对我搞旧社会那一套？你是家产万贯，还是建功立业了，支着个大脸就要让别人给你敬茶？你，张兰可能是第一次见比他还不讲理的，对我呲的半天都讲不出来一句话。你要喝茶可以，你早点死，死了我天天往你坟上浇。我将茶杯狠狠地摔在他脚底下，碎片四溅。张兰被吓得叫了出来，她嚎叫着就要打电话给贺琪，她打了半天却怎么都打不通。我笑着看了眼被我贴在墙上的信号屏蔽器，就任由她打。不知道打到第几10次，张兰才气呼呼地把手机砸到沙发上。你等着，我儿子今晚回来我就告诉他。我乐了，贺琪今早就被叫去出差了，最快也要1个礼拜才能回来呢。我搂着诺诺往卧室走，我看你还是消停点吧。到了晚上，我非常贤惠地点了5个菜来家里吃，饭桌上张兰还是冷着一副死人脸。诺诺举着筷子慢慢夹了一块牛肉，肉还没落到碗里，手就被人重重地打了一下。张兰收回打诺诺的手，虎着脸骂道，你饿死鬼投胎没吃过肉啊，跟你那个妈一样都是讨吃鬼。她话音还没落到地上，我伸手就先翻了那盘牛肉，这还不够，我又当着张兰的面把剩下4个菜砸到地上。你嘴这么脏就别吃了，别人吃一块肉都见不得，自己都快胖成猪了也不管管，你既然这么见不得桌上有肉，那以后就别吃了。一天里张兰已经被我呲了不知道多少下，她情绪崩溃地扑上来就要打我，
可惜那一巴掌还没落下来，就被我推倒在了地上。他身上沾满了地板上的菜汁，嚎叫着哭喊起来：“气死人了，气死人了！新媳妇虐待老妈妈了！”我扯过厨房里的抹布就堵上了他的嘴，然后将已经吓呆了的诺诺抱过来，轻声哄起来：“诺诺别怕，我这是在教育老妖婆呢。等我教好，他就再也没人欺负我们诺诺了，好不好？”小姑娘抓紧我的衣服，重重地点了一下头。我又在外卖软件上下单了火锅，当着张兰的面和诺诺美美的吃了起来。他眼下说不了话，只能死死地瞪着我表示不服气。看来还是不饿，或许要饿个好几天才能彻底改了他这瞪人的毛病。临睡时，贺琪打来视频，跟我腻歪了一会后，他犹豫着问：“妈呢？今天怎么都打不通他的微信？”我笑笑：“妈妈今天肉吃多了，积食不舒服，吃了药早早就睡下了。等他好了，我再让他打给你。”贺琪夸我孝顺，又赚了点钱给我。妈就爱吃肉，你给他多买点。我麻利的收下钱，然后又饿了张兰3天。到第4天的时候，他饿得脸色都变黄了，我这才把他松开，从他嘴里抽出抹布。现在妈妈知道我脾气不好了吧？现在还敢不敢再乱瞪人了？他木木地摇摇头。我这才给他舀了碗粥。我把粥放在他面前，张兰立马吸溜着喝了起来。我伸手摇了摇一个包装袋，神色惊慌地看向张兰：“哎呀，怎么把老鼠药不小心弄进去了？这怎么办？本来打算要楼道里的老鼠的。”张兰立马从椅子上弹起来，踉跄着跑去马桶边上扣嗓子眼。看他全吐完了，我才放声大笑了出来。哈哈，我搞错了，粥里干干净净的，什么都没有。妈，你放心吧。张兰整个人都瘫靠在马桶边，我收起笑容，蹲下去看着他。这次是没有，不过我可不敢保证下次就没有了。你不要命了？他哆嗦着问我。你猜？我又笑着离开了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张兰眉眼都变得温顺了起来，跟从前盛气凌人的样子判若两人。更为好笑的是，每到了吃饭的时候，他都要先看我和诺诺吃了几口才敢动筷子。看他这样，我心里并没有消气，想起吕青被他折磨的那些日子，我就气得恨不得将毒药真的丢他碗里。在我的压迫下，张兰开始干起了家务活。地板我让他一天擦8遍，用抹布沾了水一寸一寸擦。衣服我和诺诺半小时就要换一次，张兰每天从早上洗到晚上，一双手都快要被泡发了。死老婆子，过来给我捶捶背，比起他之前骂吕青的，我这称呼还算是礼貌呢。张兰揉着自己已经发酸的胳膊走过来，不情不愿地给我捶起了背。早知道会娶这么一个冤家进来，我还不如当初对姓吕的好点呢。他小声嘟囔着，却被我听了个一清二楚。他还有脸提。我站起来，狠狠地甩了张兰一个巴掌。这是我这么长时间来第一次控制不住自己对他下手。你没吃饭啊？这么点力气，用力捶还不是时候。我克制住自己的怒火，转身又坐了下去。张兰哭着移过来，重新给我捶了起来。第2天，诺诺开学了，我接他回家后，却怎么也找不到张兰。我们放下东西，又下楼去找。再下去时，单元楼门口围满了人，这些人纷纷抬着头往上面看，顺着他们看的方向，我也抬起头。张兰赫然站在那里，看到人越来越多，她大声哭诉了起来：“儿媳妇天天在家里虐待我，我活不成了，我活不成了，不如去死！下来吧，大娘，有什么都好说，你别想不开呀。”人群里的一个大哥劝道。看有人搭话，张兰哭得更起劲了。她不给我吃饭，天天奴役我干活，这就算了，一有不顺心她还打我。我今天趁着她不在家才跑了出来，与其被她欺负，我不如死了去。这什么儿媳妇，简直就是畜生，简直禽兽不如，看把老太太逼的。把他儿媳妇绑过来送警察局。人群里的议论声越来越大，还有一些人支起了手机开始直播，远处的消防公安铃声也响了起来，并且越来越近。这老太太还有这一手。我俯下身子，在诺诺耳边悄声说了几句话，然后悄悄从人群里退了出去。等到消防赶到的时候，我也成功爬上了隔壁楼的天台。有些眼见的看见我在人群里吆喝起来：“哎，那里怎么又站了一个？妈，既然您不活了，那我也不活了，我这就陪着您跳。”我情真意切地冲着张兰喊。显然他没想到我会陪他跳，并且他也不是真的想跳，这样一来他反倒被架在了那里犹豫起来。说出来我也不怕大家笑话，我这个婆婆结婚第1天起就让我做簸箕，给我立规矩，趁着我老公不在家就各种找我麻烦，一会嫌水不热，一会嫌菜不香，我只不过是顶了几句就要寻死。人家都说儿媳妇难做，我倒没想过这儿媳妇这么难做，被人欺负完还要落个不孝的名声。既然这样，我还不如陪你一起死了。楼下看热闹的人这下算是犯了难，不知道该帮谁好。此时诺诺突然大声哭了起来，樊阿姨快下来，诺诺不要樊阿姨死。有邻居认出了诺诺，这不是诺诺吗？你认识这一家？有人问。嗨，这孩子的奶奶就不是个好相处的，之前就对诺诺妈妈没个好脸色，上面站着的是这孩子的后妈，后妈寻死孩子还这么伤心，这女的肯定是个软心善良的，这老太太倒是动不动就找头一个儿媳妇的事，我看这次也肯定是她找事，真是恶婆婆，怎么还恶人先告状，欺负人家女儿还有理了？我真看不得这样的。人群们议论的风向开始转变，站在上面的张兰木着脸，一时也没了主意。
楼下的气垫打了起来，几名警察和消防员也站在我们身后开始相劝。张兰毕竟是老人，行动不便，被搀扶了下去。我这边跟他们僵持着，直到我看到贺琪急急地跑到了楼下。张兰不敢跳，但是我敢。我利落地翻过栏杆，纵身向下跳去，尖叫声在楼下传来。但是我没有掉下去，被藏在天台下面的消防员一把拉了上来。我耷拉着脱臼的胳膊，被送到救护车上。贺琪一脸担心地问我这是怎么了，我冷着脸不去看他。诺诺哭着扑进贺琪的怀里，爸爸，奶奶要逼死樊阿姨。奶奶天天都让樊阿姨早上6点起来给她做饭，还嫌樊阿姨做的饭不好吃掀了桌子。她天天都让樊阿姨洗衣服，还拿衣架打樊阿姨。我让诺诺说的都是她亲妈的遭遇。小姑娘哭得凶极了，像是要把一辈子的伤心事都哭完一样。贺琪皱着眉头掀开我的衣服，看到了我皮肤上一条一条用衣架打出来的青紫色肿痕。救护车里的人也开始吸冷气，这老太太力气可真大。警察也冷了脸，这是故意伤害。樊小姐，你可以报警追究她责任。我摇摇头，哽咽着说，算了，我不想追究她。再怎么说她也是我丈夫的母亲，况且这本来就是我和诺诺2个人打的。贺琪心疼地抱着我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。等我们在医院里接好胳膊再回家，天都已经黑了。一进家门，就看到张兰坐在沙发上呜呜地哭。看到贺琪，她像是看到救命稻草般扑过来，儿子，你总算回来了，我要被你媳妇欺负死了。见贺琪没有安慰她，反倒用厌恶的眼神看着她时，张兰慌了，儿子你怎么了？够了，你还要跟我演到什么时候去？明明是你欺负小叔，现在反过来自己还委屈上了。你这个贱人，你怎么骗我儿子了？张兰转头又哭了起来，你是我儿子，你怎么能听他的话不信我？又来这一套，你是怎么对待诺诺妈的？要我说吗？我当时忍着没管你，你现在又来了是不是？明天就给我搬回老家去。贺琪甩下最后通牒，牵着我转身就往卧室走。我笑着回头冲张兰扬下巴，巧生比了个嘴型，活该啊！我打死你！张兰被我刺激到，扑上来就扯住我的头发。贺琪见状一把推开他，拽着他的胳膊，随便收拾了几件衣服就往门外走。你们先睡，我把他送回老家去。他们一走，诺诺就担心地扑过来抱住我，干妈，你的胳膊疼不疼？要多久才能好？我捏捏他的脸，干妈不疼，马上就会好的。干妈还要谢谢我们诺诺，要不是诺诺，干妈怎么会这么顺利地赶走老妖婆呢？小姑娘害羞地笑了笑，然后又撇下了嘴。要是妈妈还在就好了，她要是看到爸爸赶走了奶奶，一定会很开心的。我心疼地抱住她，你妈妈在天上一定看得见的，而且你这个渣爹也没什么好的。我将诺诺哄睡，然后打开电脑开始观察股市，选了几只股票后，我满足地进入了梦乡。在睁眼时，贺琪已经回来了，见我醒来，他揉了揉我的头发，低声哄我，真是对不起，委屈你了。我笑笑，没事的。见我这么懂事，贺琪又给我赚了点钱，去买几件衣服吧。好，我撒娇地窝进他怀里。你不在的时候，我在客房收拾出来几箱子衣服，要怎么处理啊？贺琪愣了一下，哦，那可能是诺诺妈妈的衣服，你丢掉就行了。是她的，我看那些也不像是20多岁的女人会穿的衣服啊。我佯装诧异，她一个家庭主妇又不挣钱，穿那么好有什么用？贺琪不屑地冷哼了一声，转而又捏捏我的胳膊。我们小叔这么漂亮，当然要多买点新衣服穿了。我不搭茬，转而又问道，做全职妈妈挺辛苦的吧？辛苦什么？也就是在家带带孩子，做1日3餐，打扫卫生，洗洗衣服，讨讨老人开心罢了。看吧，即使女人做了很多，男人也仍旧觉得这是他们与生俱来的使命与职责，没有心疼就算了，就连感激贺琪也不曾对吕青有过半分。在那些监控视频里，每当吕青跟贺琪说累的时候，总会换来他不屑的眼神。他总是用怜悯的语气对吕青说，不上班还能有吃优，和你就烧高香吧。像你这样命好的女人，怕是没有几个。对于吕青的付出，他全然看不见。婚假与年假一起休完后，我开始上班。我本来在国外就有相关工作经历，所以现在的工作处理起来得心应手，到手的报酬也很是可观，足足是贺琪的4倍。第1个月工资到账，贺琪给我买了一大束花，他喜滋滋地牵着我往家走。我老婆就是有本事，我今天还买了蛋糕，我们回家好好庆祝一下。走了没2步，我就接到一个电话。结束通话后，我抱歉地看向贺琪，对不起啊，阿琪，我今晚可能没法跟你庆祝了。我们部门给我准备了迎新聚餐。他大方地摆摆手，将我塞进停下来的出租车里。就这样又过了1个月，我的第1笔提成入账，金额足够付下市区1等住宅的首付。我指着电脑里获得收益的股票，开心地蹦起来，搂住贺琪，阿琪，你快看，我这个月赚了将近100万。贺琪眼睛都直了，你还会这个？当然了，我爸爸就是研究这个的，你忘了？我搂住他的胳膊跟他商量，阿琪，你看你现在的工作虽然也好，但是也没什么上升空间了，我这边倒是还可以再拼一拼。你的意思是？贺琪皱眉，不然你把工作辞了吧，我教你炒股理财，我在外面赚钱，你在家里生钱，这样多好啊，而且你还能顾顾家，这样能行吗？贺琪犹豫了，
我指着电脑，你看我都连续赚了半年钱了，当然靠谱啦，你就试试嘛。回头不行我再让我爸爸找人给你再找工作呗。贺琪思考了几天，最后在周末前辞掉了工作。从这一刻起，他就变成了曾经自己最瞧不上的全职爸爸。贺琪辞职后，正式接手了家务活。一开始他想雇个保姆的，但是在我和诺诺的努力使坏下，请到了阿姨没干几天就都走了。无奈贺琪只好自己干起了家务。晚上回到家，我们在餐桌前吃着贺琪做的饭。我夹了一筷子菜放在嘴里，嚼了2口，然后全部吐了出来，好咸！我又尝了一口鱼，好腥！我放下筷子，皱着眉看向贺琪：“阿琪，你是不是不爱我了？你怎么这么不用心？我累了一天回来就想吃顿可口的，你把菜做成这样，这还怎么吃呀？”贺琪尝了一口，纳闷道：“挺好吃的呀。”我冷脸：“反正我觉得不好吃。我1个月给你那么多钱，你连一顿饭都做不好。”我拿了手机就回了卧室，只留下贺琪呆愣在桌前。第二天早上，贺琪正睡得香，就被我用衣服砸醒过来。我这衣服要手洗的，你放洗衣机给我洗成这样，还怎么穿啊？1万多呢。贺琪揉着眼睛，那我下次送洗衣店去。我赚钱容易是吧？你怎么这么矫情？一个大男人用手洗洗怎么了？就不能把钱都用在钢刃上？我借着这些琐事发挥，1个月只给贺琪2000块做生活费，他又不能把钱用在自己身上。慢慢的，咖啡也不喝了，红酒也不品了，偶尔在蜜雪买杯柠檬水，也跟做贼一样，怕被我发现。在他炒股把自己的积蓄都败光后，他更是挺不直腰杆子了。你真是没用，我都手把手教你了，你居然还能亏这么多。我对着镜子涂上口红，要出门前故作担心地提醒他，你可别学网上那些炒股炒地把房子都炒没了。我知道像贺琪这样爱面子的人肯定受不了我一直的鄙夷和打压，只要有机会他就要试一试，所以他肯定会贷款抵押房产。我把诺诺送到了寄宿制的双语小学，然后自己每天玩到11、2点才回家。我喝得醉醺醺的回去，贺琪有点反感地对我说，你至于天天应酬吗？就不能早点回来？我早回来了，你下个月喝西北风去。职场的事你懂什么？市场一天一变，你天天在家待着能跟得上外面的变化吗？他委屈地看着我，我在家里也很累的，我天天干家务。那行了，你累什么？打扫卫生能累死你。你天天有吃有喝的，外面多少男人都没你享福。我不耐烦地推开他，自己走向浴室洗澡。这还不够，第二天晚上贺琪倒垃圾的时候，刚好看见别的男人送我回家，我亲昵地抱了抱那个男人，然后捋捋头发，转身往家走。贺琪跟在我后面，死气沉沉地关上门。那个人是谁？合作公司的生意伙伴啊！我摘着手上的戒指，并不正眼看他。贺琪忍不住了，气愤地推倒梳妆台：“你他妈是不是想绿我？”我笑了，结婚3个月，我天天给他喂安眠药，我俩都没睡过，我怎么绿他？但我还是挑衅地看向他，绿你又怎么样？贺琪伸手甩了我一个耳光，将我打在地上，用脚踹我。我等他踹了几脚后，扶着床站起来，拎起他的领子就开始揍。在国外为了自保，我学了3年泰拳。等警察来的时候，贺琪趴在床上已经动不了了。我专门找看不出来的地方揍，饶是今晚看破天也找不出他身上有一点乌青。反观我，肚子上被踹得一片青紫。贺琪面色惨白地说要告我，被警察劝了下来，都是夫妻。再说还是你先动的手，一个大男人被老婆打几下怎么了？我拎着行李和警察一起离开，把包里的离婚协议丢给他，我要离婚。贺琪对我满是火气，痛痛快快地签下了离婚协议。离婚后，他被我诓着买的那几只股票疯狂下跌，没几天，贺琪就连房子都赔完了。没想到他借的是高利贷，搭上房子还欠了那伙人巨额利润没还。他哭喊着找上我，说愿意给我当一辈子家庭主妇，让我救救他。我笑着答应了，转手就联系上了他的债主。那些人绑了贺琪往东南亚送的那天，我看着贺琪惶恐的表情，轻声说道：“我是吕青最好的朋友，你们一家子折磨死他，这不，报应来了。”贺琪被绑走后，张兰怎么也找不上他，我故意找人放风声给他，说贺琪被诈骗组织拐走了。张兰听了这消息，就吓得瘫倒在了地上，然后就疯了。他每天拿着拐杖走在大街小巷，一边哭一边念叨要找儿子。我端着香灰走过去，你是不是想找儿子呀？听说喝香灰解决一切烦恼哦。张兰眼睛一亮，端着碗就往下灌。不再看他疯癫的模样，我转身往向外走去。走到大马路上时，却已经泪流满面。吕青，你看到了吗？他们的报应都来了。诺诺的父亲失踪，奶奶疯癫，所以学校把他送去了福利院。按照法律，我不能收养他，但是我可以资助他。我给福利院捐了很多钱和物资，院长也放心的让诺诺住到了我这里，一周遣人过来家访3次。看着越长越像吕青的小姑娘，对我来说也算是有了一点点安慰。我永远记得，因为性格孤僻而被同学老师孤立时，这个原本就羞涩胆小的姑娘鼓足了勇气，把手心里快捂化了的软糖递给我。翻阅书，以后跟我一起玩吧。